Hi， 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我會同大家睇一下喺以往感恩節前後呢黃金嘅表現。今期呢，我又講黃金升至$10,000喎。如果你仍然未選好聖誕禮物俾你個兒子同埋孫仔嘅話呢，我有個好建議俾你喎。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1.5期嘅金銀周報。喺呢個美國感恩節假期前夕呢，多項關鍵嘅經濟數據呢喺禮拜三出爐啦。聯儲局最重視嘅通脹指標10月份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按年升2.3%，較9月時呢升幅高0.2個百分點。撇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 PCE 物價指數按年升2.8%，較前一個月反彈0.1個百分點。兩項數據均符合市場嘅預期。就業數據方面呢，好壞參半喎。上個禮拜首領失業救濟人數為213000人，略低於預期；而截至前個禮拜持續申領人數為1907000人，略高於預期。另外，美國由商務部公布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 修正值維持不變，仍然係以年率計按季增長2.8%。過去一個星期呢，美國股市錄得強勁上漲，為今年最好嘅11月喎。美匯指數跌1.78，報105.71；道指升614點，報44910點；標指升63點，報6032點；納指升215點，報19218點；黃金跌$61，報2654；白銀跌$0.64，報30.69。由於特朗普當選嘅興奮情緒推高美元並進入過度嘅擴張區域後呢，美元早就應該回調嘅。諮商局 FedWatch 工具顯示，12月減息機率上升至66%。以上兩個原因呢，我估計黃金白銀下個禮拜呢會上升嘅。睇下啲供求問題啦。中國中部湖南省呢發現價值8300億美元嘅重要金礦喎。根據官方媒體新華社報導，地質學家喺萬古金礦田內發現40多條金礦，蘊藏住330噸黃金，深度達到6500英尺。呢項發現可能係大幅增加中國黃金嘅產量。目前中國黃金產量佔全球產量嘅10%。湖南省地質研究院表示，其潛力更大，估計喺1萬英尺以上嘅深度儲量可能達到1100噸。呢個將增加你黃金供應嘅。雖然一般由發現金礦場至成功開採需時約5年時間，但呢個發現將會對市場有一定嘅心理影響嘅。自特朗普重新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金融市場反應普遍係正面嘅，美股亦屢創新高。日前特朗普宣布咗準財長嘅提名人選為 Scott Bessent， 甚至令本身受壓嘅美國國債亦明顯反彈。原因係市場相信作為華爾街基金經理 Scott 會做出有利市場嘅決策。不過話雖如此，同日特朗普就宣布將對加拿大同墨西哥貨品徵收25% 關稅，對中國貨品就增加徵收10% 關稅。著名經濟學家、曾任投資銀行高盛同埋英國財政部高層嘅金磚之父奧尼爾卻認為特朗普嘅政策無法降低通脹同埋刺激經濟嘅，甚至只會帶來反效果。佢指出，關稅只會令進口來源地轉移，好難降低進口嘅總額嘅。如果美國要減少整體進口嘅總額咁樣必然係國內需求減少，同時從外國流入嘅投資總額亦會減少嘅。至於關稅政策、反移民政策，喺奧尼爾嘅眼中亦係關稅一起共同推升通脹嘅措施。同時移民減少亦可能會令美國失去勞動力嘅優勢。佢甚至認為特朗普嘅政策最終會進一步削弱美國資本嘅吸引力，增加國債，甚至損害美元嘅地位，並引發經濟衰退及大蕭條添。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
給我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你哋嘅訂閱、點讚同埋按鐘仔咧，係代表你對我嘅支持嘅。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上個星期咧，白銀回升至31.33美元。上期咧，我講白銀睇跌嘅趨勢將恢復嘅。喺呢個禮拜一開市，白銀就跌破咗支持位30.8美元啦，低見30.11美元。星期三反彈至30.54美元，仍喺呢個30.34美元以上。根據左圖顯示，如果低於30.34美元呢，支撐區域為30至29.66美元。咁話都冇咁快，星期四白銀最低就跌至29.69美元，令投資者情緒咧變得越嚟越悲觀。但喺星期五收市咧，白銀就回升至30.69美元。雖然白銀喺短期可能會進一步走低，然而呢，白銀目前仍在掙扎 RSI 同埋 MACD 線，都發現咧好難取得任何上行嘅進展，因此咧有可能進一步走低嘅。大家是否記得喺2023年10月3號？白銀嘅底部水平咧係20.85美元，其後咧就反彈至35.07美元嘅峰值。請注意左圖，之前嘅低點咧，我用紫色圈住，所有呢啲紫色嘅圈咧都有相當大嘅反彈。我相信白銀咧只要喺29.75美元保持企穩，咁樣就表明白銀上漲嘅趨勢未結束嘅，所以我仍然期待白銀至少上漲至36美元。當我哋回顧2024年嘅時間呢，好明顯呢，喺經濟同埋市場不確定嘅時間呢，黃金作為可靠對沖工具嘅聲譽呢得到鞏固。由於通脹嘅擔憂、利率嘅調整同埋全球格局嘅變化，對於嗰啲希望傳統金融市場之外確保財富嘅人嚟講呢，黃金呢仍然係具有彈性嘅投資之一。隨住新政府上台同埋潛在政策嘅變化，進入2025年呢，黃金喺多元化投資組合中嘅作用咧，比以往任何時間都更加重要。喺呢個2024年，隨着私人投資者同埋央行需求增加，黃金保持穩定。隨住通脹壓力同埋美元波動繼續影響金融格局，投資者紛紛轉向黃金，以保護其儲蓄免受法定貨幣波動嘅影響。縱觀黃金嘅最新趨勢，好多專家預測，隨住新政府領導下嘅經濟政策嘅轉變，金價咧將繼續走強。雖然現在咧預測新政策嘅全面影響還為時過早，但關稅同埋貿易協定等因素可能會影響2025年美元同埋更廣泛市場表現。展望2025年黃金前景依然樂觀，分析師預測喺潛在市場嘅波動同埋經濟轉變之際，央行需求將持續增加，人們對黃金作為避險嘅興趣咧也會增加嘅。由於黃金係可靠投資選擇，黃金仍然係至關重要嘅元素。相信大家一定關心喺2025年金價係幾多嘅。黃金最近2個星期出現大幅修正，如左上圖，黃金回落到72日嘅移動平均線，該平均線咧已經進入波動嘅低點。從時間嚟睇咧，追蹤呢個72天嘅波浪趨勢咧，而將佢嘅築底預測調整為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嘅時間範圍。上個禮拜黃金曾出現急劇短暫嘅反彈。喺我哋嘅黃金波浪交易者報告中指出 ，COMEX 2024年12月黃金合約價為2590美元。呢個係波浪關鍵價格上行嘅反轉點。如果金價突破2590美元，就證實咗大幅反彈生效，黃金將升至2720至2760美元。左下圖顯示，目前黃金正在經歷中期嘅下跌，呢個可能導致10月金價跌至2450美元添。不過呢個可能已經接近尾聲嘅，價格將反彈接近2720至2760美元之間嘅關鍵阻力位。大選後金價下跌令人失望，但重要係不要失去呢個遠見。黃金確認喺2024年出現重大嘅突破，估計喺2025年黃金將繼續升至3000至3300美元嘅。如果股災發生，我嘅黃金目標價係4000美元，白銀係100美元嘅。喺未來5年將推動金價升至1萬美元添。當前嘅衰退將成為遙遠嘅記憶，相信到2030年幾乎冇人記得今日嘅黃金係2600美元嘅。今日我哋終於睇到美匯指數終於走低，美元嘅喘息並不令人意外。
美匯指數經歷咗10月同埋11月嘅強勁反彈後呢，出現回調呢係好正常嘅。呢個禮拜美匯指數大幅下跌之後呢，美匯指數呢可能會回到反彈嘅模式喎。我哋好快會睇到反彈嘛？呢個係有可能嘅。畢竟冇一個市場會喺修正情況下呢直線上升或者下跌嘅。呢個禮拜黃金板走低之後呢，關鍵係佢哋上漲嘅幅度不大喎。故此仍然咧會有下調嘅。跟住我哋睇一下喺以往嘅感恩節嘅前後咧，黃金嘅表現。早喺2020年，黃金就經歷咗長達數個月下跌。感恩節不久後咧就出現逆轉。喺2016年咧，感恩節後咧跌勢繼續持續，金價咧就喺12月中咧出現築底啦。喺2012年咧，黃金價格喺感恩節嘅前後咧就築頂喎，就好似2016年一樣。佢喺12月下半月咧就築底。喺2008年咧，黃金喺感恩節前夕咧見頂，並喺12月上半月咧築底。最後咧喺2024年喺感恩節後不久，金價見頂，並喺12月上半月咧形成咗初步嘅底部。隨後咧再次下跌，並喺2005年1月同埋2月進一步築底。根據上述呢種嘅模式咧，符合我對黃金市場嘅睇法喎。由於美匯指數似乎正在調整，並且即將根據其月度反彈轉勢反轉嘅，黃金似乎將有更多理由下跌至12月中才出現真正嘅反彈。又好快到聖誕假期啦，咁係時候咧同家人同埋朋友一起慶祝嘅。世界上咧好少人了解穩健貨幣嘅原理。你屋企裏邊亦都可能好少人了解嘅，咁樣就讓我哋喺呢個假期咧開始呢個教育啦。看似繁榮嘅2024年財年呢，美國政府嘅財政赤字仍超過1.8兆美元。自10月1號開始2025年財年以嚟呢，幾乎每天呢都增加額外嘅債務喎。因此美國債務總額目前呢首次超過36兆美元啦。情況如此嚴峻，以至於美國月度赤字經常超過20世紀80年代令人恐懼嘅年度赤字。同樣，美國政府嘅新財政年度於10月1號開始，請注意啊，僅一個月淨利息嘅支出咧就達到800億美元，將其乘以12嘅話咧，每年嘅利息支出將接近1兆美元啦。隨着總債務持續增加，並且利率高居不下，或會走高添，總償債成本將飆升至1.5兆美元，甚至更高。好快，償債將成為美國政府最大嘅支出，超過社會安全同埋醫療保險等服務嘅福利支出。美國上次管理實際預算盈餘咧，係喺2001年財政年度。2001年10月1號咧，金價為292美元。喺2024年11月27號咧，金價為2637美元咯，增幅超過9倍。從另一個角度睇咧，過去23年美元購買力咧就損失咗9倍啦。咁樣咧就讓我哋開始喺呢個假期，我們咧就唔好為孩子或者孫仔咧購買禮品卡和最新嘅電腦遊戲，相反，讓我哋購買一啲實體黃金板作為禮物。我一直講喺呢個經濟環境下，債務炸彈隨時爆破，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咧，最有可能喺2024年底至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板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板嘅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板咧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板亦會升上100美元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喎，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
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